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第8个视频。这次主要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一定要让孩子上私立学校。首先要声明的是，这里只是我结合数据以及我个人家庭情况得出的结论，并不保证能适用任何人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主题吧。去私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去一所排名比较好的大学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呢？首先是收入比较可观。由这个图可以看出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在30岁时年收入大约是810万元左右，而排名比较靠后的名门大学的毕业生在30岁时也有560万日元以上的收入。而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在30岁时的平均收入，男性只有500万日元左右，而日本所有人在30岁时的平均收入，男性只有457万日元左右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大学毕业的人是比非大学毕业的人的工资是高的，而一流大学毕业的人甚至会比非大学毕业的人的工资高出2倍以上。那么有的人会说，收入多并不一定等于快乐。是的，我也赞同。但是上了名门大学，不仅仅是收入高，同时也意味着认知水平的提高。举个例子，假如有一天去富士山露营，突然赶上下雨，第二天早上呢，天又放晴了。有些人可能只会觉得昨天下雨真不走运，今天放晴了，景色真美。但是读过《岳阳楼记》的人肯定会想起来，若复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，由此可能会联想到去国还乡，微蝉又讥。等到第二天天晴，一定会联想到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，由此也会联想到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。而实际上的景观与范仲淹写的一模一样。然后对自然景观的认知再能像范文正公一样上升到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层面。这样的话，对世界有了多层次的认知，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毕业于名门大学还有很多好处，这里就不占用更多时间讲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去私立学校主要有3点好处。第一点，私立学校有更高的名门大学的录取比例。由这里可以看出，最优秀的几个私立学校考入名门大学的比例是10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有些私立学生被2个大学同时录取，甚至3个大学同时录取。这是公立高中的合格率。最好的公立高中的合格率是80%，这些好高中都非常难考。第二是私立学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。私立学校都是初中和高中一贯制的学校，所以私立学校就没有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压力，所以可以用6年的时间来准备大学考试。这6年时间比较充分，所以小朋友们可以在学习之余体验一下丰富的课外娱乐活动。初中到高中也是人生中重要的时期，玩的尽兴，学习才能尽兴，可以让孩子有一个不后悔的童年。第三，私立学校能培养孩子的素养。初中到高中这6年可以说是人生中转折的6年，这个时期的孩子们正处于叛逆期，如果不好好管教，很可能会误入歧途。私立学校的校规比较严厉，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出更好的素养，使孩子能做到不为考试而学习，而是由衷的自主学习，最终成为终身学习者。那么怎么才能进入私立学校呢？首先要说一下，教育也是一种投资，花钱少的教育相对成功率就低一点，花钱多的教育相对成功率就高一点，全世界都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在中国是买学区房，在日本是上私立学校，在美国是住学分高的社区，全世界的教育都是高消费商品。在日本，想去私立学校只是有钱是去不了的，私立学校还有入学考试，
想通过考试，必须得上补习班，因为私立学校入学考试的知识比公立学校教的范围广，所以不去补习班的话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。补习班也不是任何一个都适用，有的补习班是专门为去某个学校的补习班而设的补习班，因为补习班也需要考试。要确定去哪个补习班，先确定你要去哪个私立学校。东京圈附近，东京都的私立学校最多，其次是神奈川县，然后是埼玉县，最后是千叶县。这个地图是东京圈的私立学校地图，大家不必看清楚具体的学校校名，只需要看学校的数量就可以了。这是神奈川的私立学校，这是埼玉县的私立学校，这是千叶县的私立学校，剩下的都是东京都的私立学校。我认识很多人，为了上好的私立学校，都把家安在了私立学校集中的西东京附近。这个图是东京都和埼玉县的私立学校一览图，大家不用看学校校名，只看数量。从数量上看，东京都明显比埼玉县多很多。目前根据你的住址，已经知道你家附近具体有哪几所私立学校了。下一步就要具体看去哪所学校了。这里要引入一个概念，偏差值。偏差值就是排名，1000个人之中，排名第500位的偏差值就是50，所占的比例就是50%。1000个人之中，排名22位的偏差值就是70%，所占的比例是2.2%。1000个人之中，排名978名的人，他的偏差值就是30%，比例就是97.8%。对比中国大学的录取率，偏差值70以上就相当于能考上211大学了。我和我的妻子都考上了985大学，那么偏差值就应该在74以上了。实际上，我从小学到高中没有参加过任何补习班，上的学校也不是什么私立学校，而且也不是什么重点学校。我之所以能考上比较好的学校，我觉得是靠运气吧。我的孩子不可能像我一样运气好，所以还得上私立学校。了解了偏差值之后，根据这个偏差值表来查一下你家附近有哪所学校偏差值比较高。这个时候你心中就应该有几所学校作为你的备选答案了。然后同一所学校还有不同难度的班级，比如西武文理有偏差值从49到42的4个难度的班级，星野学校也有偏差值从49到42的3个难度的班级。同一个学校不同的班级考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，考试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入学考试时间来制定时间表，以防同一天参加2个不同的考试。学校选定了，接下来就要选补习班了。我选补习班的因素只有2点，一是离家近，因为家里有2个孩子，送走一个还得照顾另一个。第二是费用，同样是因为家里有2个孩子，2个都要私立，不得不考虑经济上的开销。接下来说一说补习班的费用，一般从小学4年级开始补习，补习的频率由小学4年级的每周2次，到5年级的每周3次，再到6年级的每周4次。频率的提高也伴随着费用的增加，全部3年下来需要218万日元，对应的人民币和美元的数值请参考蓝色字体。私立初中的学费，各个学校在网站上都有记载，一般来说是1年100万，但是这里有陷阱，这里说的100万只是学费，如果想参加社团活动，还需要另花费用。社团活动并不是强制参加的，但是去私立学校如果不参加社团活动的话，那还不如去公立学校。除了社团活动的费用，还有一些其他隐藏的费用，我都整理出来了。都加在一起的话，我直接给出结果，就是初中需要672万日元，高中需要531万日元。是不是很多钱？不过还没有结束。如果大学再上个私立大学的话，私立大学4年的费用是这样的：
那么把从小学4年级到大学毕业的费用全部加在一起，是恐怖的2477万日元。家里如果有2个孩子的话，这个费用就得翻倍了。这可不是一般日本家庭所能承受的。好消息是，这2477万日元是13年一共的费用。这13年间，平均每年的费用是191万日元，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如果经济上有困难的话，可以申请奖学金等一些经济补偿。培养孩子是需要很多钱的，为了不至于破产，我做了一个人生的金钱表，从2005年我大学毕业，一直到2063年我80岁为止。通过已有的数据，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来计算将来我每年赚进来的钱与花出去的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积累的数据越来越多，也就算得越来越精确。有些人还会考虑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，我个人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不是把孩子交给了学校自己就不管了，我希望孩子有我自己的理念，而不是学校的理念。毕竟最了解孩子的人是父母，学校只是对孩子人生中的一段时间负责，而父母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。好了，关于为什么要让孩子上私立学校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如果有不同的意见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会和大家一起交流，教学相长。咱们下次再见。